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大家口中的拍照最强手机，其实不是 iPhone， 也不是三星，而是 Pixel。这只手机没广告，没代言，很多人甚至没见过它的实体店，但每一代一出，总有人说这是安卓世界的清流，或者说这是手机圈的理工直男。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家靠搜索引擎起家的 Google 为什么突然要做手机？它是怎么一步步从系统供应商变成现在硬体黑马的？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 Google Pixel 的前世今生超精彩，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那一年 Google 推出了 Android 系统，这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系统，理论上任何手机品牌都可以免费用，所以不到几年 Android 就变成全球市占率最高的系统。但问题也来了，系统归 Google 手机，却归别人做， Google 只能靠广告赚钱，硬件体验却掌握在三星、HTC、LG 手上。结果就是 Google 明明是 Android 的老大，却一点话语权都没有。最严重的一次是2011年，三星在 Galaxy S2 上大改 Android 系统， Google 完全管不了。 Google 内部甚至有工程师抱怨，我们写的系统别人改的，我们自己都不认得。于是 Google 决定，我们不能只是写系统，也要做手机。这就是 Nexus 项目的起点。从2010年到2015年， Google 一共发布了6款 Nexus 手机。但有趣的是， Google 并没有自己生产，而是找合作厂商代工，比如 HTC、三星、LG、华为，等于是 Google 出设计，别人来造。 Nexus 最大的特色就是纯净系统没有预装垃圾 APP， 第一时间收到系统更新，也因此它成了安卓极客的最爱。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其实 Nexus 系列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要跟 iPhone 或 Galaxy 拼销量，而是为了展示安卓系统的完整体验。Google 想用 Nexus 告诉 OEM 厂商，你看，这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安卓手机。结果却有点尴尬，极客喜欢，但厂商却觉得 Google 是来抢饭碗的，关系开始紧张。但问题也很明显，因为是合作机型， Google 没法决定太多硬件设计，更没法控制产品节奏。最尴尬的是 Nexus 定位太极客了，销量根本上不去，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于是到了2016年， Google 终于下定决心，我们要做自己的手机，真的自己的。2016年10月，第一代 Pixel 正式发布，这次不再是 Nexus by LG、Nexus by 华为，而是直接印着 Phone by Google。 但要真正掌控硬件， Google 需要自己的造手机团队。于是在2017年， Google 做了一件足以改变其硬件命运的大事，以11亿美元收购了 HTC 负责 Pixel 手机的硬件部门。这笔交易标志着 Google 从系统供应商彻底转型，拥有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完整硬件能力。第一代 Pixel 外观设计有点憨厚，金属机身加玻璃拼接像块小饼干，但最大的亮点不是外表，而是相机。 Google 首次在手机上用上了自家的 HDR 加运算摄影技术，照片一出惊艳四座。知名相机评测网站 DxOMark 甚至给了 Pixel 第1名的相机评分。有趣的是， Pixel 用的这颗感光元件其实和 iPhone 6s 一样，都是 Sony 的 IMX378， 但因为 HDR 加的算法太强，成像细节、色彩宽容度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甚至让许多人认为它在算法上超越了当时的对手。这也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摄影已经不是硬体决定一切，软体才是关键。而且还有 Google Assistant 无限量 Google Photos 备份纯净系统体验。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 Google 不只会写代码，它连手机都能做得这么香。紧接着2017年推出的 Pixel 2更是把拍照加 AI 的优势打得淋漓尽致。 Pixel 2的背景虚化功能只靠一颗镜头和 AI 计算，就实现了当时双摄才能做到的人像模式。甚至发布当天， Google 直接在活动上放话，我们用一颗镜头做到别人2颗镜头才有的效果。当时全场哗然，也成功让 Pixel 在计算摄影这件事上立下 flag， 颜色更准，细节更稳，连很多 iPhone 用户都说 Pixel 拍人真的自然。你知道 Pixel 相机为什么那么神？背后其实有一个大功臣 Mark Levell，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被誉为计算摄影的教父。从 HDR 加人像模式到夜景模式，几乎都是他团队一手带出来的，所以 Pixel 才不像传统相机靠镜头，
它靠的是 AI 加数学，但这代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 OLED 面板出现偏色烧屏，音效也被批评平淡。而且这时候的 Pixel 还是在美国为主，没有大规模进入亚洲市场，知名度依然偏低。到了2018年的 Pixel 3， Google 将计算摄影优势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代首次加入了震撼业界的夜视模式 Night Sight， 它几乎在1秒钟内就能合成一张超级清晰又干净的夜景照，让当时的对手望尘莫及，再次巩固了 Pixel 在摄影软件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加入了 Top Shot、 超解析变焦等 AI 功能，持续提升拍照体验。但还是有老问题，硬件设计普通，电池续航不佳，价格也不便宜。虽然体验极佳，但 Pixel 始终不是大众市场的主力。而且你知道 Pixel 3还有个隐藏彩蛋吗？当时有少数用户收到新机后，发现手机根本开不了机，一查才知道竟然没装系统。 Google 后来公开承认是包装出货流程出错，所以有网友笑说 Pixel 3是史上最纯净的 Android， 纯净到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了2019年推出的 Pixel 4系列，这一代看起来很有野心，搭载了 Project Soli 雷达芯片，实现隔空手势操作。这个雷达其实是来自 Google ATEP 实验室的黑科技，最早是为无接触交互开发的，虽然应用范围有限，但这代表 Pixel 系列不仅是商业产品，也承担了试验未来人机交互的角色。人脸识别速度超快，屏幕首次支持90赫兹刷新率，摄影体验如夜景，天文模式也一如既往的强大，听起来很强吧？但结果市场反应非常冷淡，为啥？首先电池太小了，续航直接劝退，其次很多功能只对美国开放，像雷达手势在很多国家根本不能用，而且最关键的是 Pixel 4拿掉了指纹识别，只有 3D 人脸解锁，结果刚好遇上2020年疫情，大家都戴口罩，人脸解锁变成了笑话，所以这一代几乎是 Pixel 发展史上的低谷。而且你知道吗？ Pixel 4甚至连印度都没上市，因为它用的那个雷达晶片 Soli 在印度被认定为反无线电频率规定，根本不能合法销售，所以整只旗舰连印度门都进不去。这也说明 Pixel 4的失败不只是硬体决策失误，也包含了对市场法规的判断错误。不过也就是在这个低谷之后， Google 开始重新思考 Pixel 的定位，而这段从谷底反弹的过程才是 Pixel 真正进化的开始。它在低谷中悄悄开始准备一次全面反击，这次他们决定不再盲目堆料，而是要回归本质。什么是 Google 最擅长的？就是 AI。 2020年 Pixel 5登场，这一次 Google 出人意料的用了中阶处理器 Snapdragon 765G 而不是旗舰芯片。一开始很多人说Google 这是放弃高端市场啦，但事实上 Pixel 5想证明的是，旗舰体验不一定需要顶尖硬件，它通过终端芯片换来了更好的续航和更亲民的价格，是 Google 一次反向定位的尝试，重新聚焦于核心用户体验。你想要什么？拍照稳，系统干净，省电续航好， Pixel 5全都做到，而且还加上无线充电， IP68 防水90赫兹 OLED 屏，价格却比上一代更便宜。可以说 Pixel 5是一款务实派的作品，虽然性能不是最强，但它重拾了用户的信任。与此同时， Google 也悄悄地通过 Pixel A 系列，比如 3A、4A 打开了大众市场，平价版 Pixel 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了 Pixel 最引以为傲的纯净系统和计算摄影，成为了许多普通用户第一次接触 Pixel 的敲门砖，为后来的旗舰翻身打下了重要的用户基础。但真正的王者归来要等到2021年 Pixel 6，这一代是 Google 正式翻身的关键。为什么？两大杀招，全新设计加自研晶片。为了这次翻身成功， Google 在保密上也下足功夫。Pixel 6的测试机被特别装上伪装壳，外形完全不同，就是为了防止开发人员在外被偷拍提前泄密。有网友还笑说，这根本像在测试军用设备。 Pixel 6简直是保密等级最高的 Google 手机。不过你知道为什么 Pixel 常常提早被爆料吗？原因可能比你想的简单。 Google 员工每年都有 Pixel 员工机的福利，很多人还没发布就拿去试用了，结果就这样悄悄流出了照片规格跑分。所以有人笑说 Pixel 不是保密差，而是员工太幸福。
首先外观大改 ，Pixel 6背后那条横贯相机条，一眼就能认出来不再是平平无奇的造型，而最重要的是，它用上了 Google 自家的 SoC Tensor 处理器。有趣的是，这颗晶片其实是和三星合作开发的，架构基础源自 Exynos， 但整套 AI 加速逻辑是 Google 亲自设计，团队里甚至有不少前 NVIDIA 前苹果工程师，专门为了 AI 任务优化。这颗晶片不是为了打跑分，不是为了硬干性能，而是为了 AI。 Google 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比谁跑得快，我们比谁更聪明。于是你看到 Pixel 6的语音输入几乎实时，翻译功能快到像魔术，照片模糊还能用魔术橡皮擦修复，这些都是靠 Tensor 加速的 AI 模型实现的。 Pixel 6 Pro 更是在摄影方面直接炸裂，5000万主摄加4倍潜望长焦加超广角，几乎是 Google 第一次在硬件上跟上主流旗舰，再加上 Google 那套 AI 摄影、夜景肤色优化、动态范围处理，直接冲进摄影榜单第一梯队。特别是肤色优化技术 ，Google 称为 Real Tone， 目标是让每一种肤色都能在照片里真实自然的呈现。虽然这项技术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道路上仍需不断优化和完善，但它确实被认为是科技公司少见的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实践行动之一，而且价格依旧比 iPhone 和三星便宜。结果 Pixel 6系列出货量突破前几代的总和， Google 手机终于开始被大众市场注意到了。不过嘛，再强也不是完美， Pixel 6 Pro 有个小 bug， 也引发不少讨论，贴膜贴不平。 Reddit 上很多人吐槽，贴上去总有气泡鼓边压不住，有人甚至贴了5次，还说这膜是不是自己有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在 Google 翻身的背后，也藏着一些很真实的用户烦恼。2022年 Pixel 7和 Pixel 7 Pro 继续稳扎稳打，外观小升级 Tensor G2 晶片更稳定，拍照再强化。最大亮点是人像魔术橡皮擦，可以自动识别人脸模糊，让旧照片也能救回来。还支持了实时通话字幕、语音接听机器人，你只管听 AI 帮你回。这就是 Google， 一切以 AI 为核心，让硬件更聪明而不是更复杂。更特别的是 Pixel 7也支援 Google 最新的 Titan M2 安全晶片，这颗晶片可以储存像是加密货币、私钥、指纹数据这些敏感资讯，搭配 Google Wallet， Pixel 几乎可以变身成一部加密钱包。这也让 Pixel 成为少数获得加密产业认可的消费级手机之一。可以看出 Google 对手机加身份加钱包整合的未来有非常清楚的规划。到了2023年 Pixel 8和 Pixel 8 Pro 把 AI 手机这件事彻底拉满， Tensor G3 晶片配合 Google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正式把 Pixel 推向 AI 旗舰的定位。功能上你会看到一些过去从没想过的东西，比如魔术声音清除，拍影片时的背景噪音能自动消除，比如照片生成编辑，你拍完照可以换天空，移人物补脸改姿势像 P 图神器一样，甚至连通话时的对话摘要都能自动生成，邮件草稿 AI 自动写好。有种感觉就是 Google 终于把它所有的 AI 研究成果搬进了 Pixel 手机里。而这时候的 Pixel 也已经不只是手机， Google 已经在铺完整的硬件生态，比如 Pixel Watch 智能手表、 Pixel Buds 耳机、 Pixel Tablet 平板，还有 Pixel Fold 折叠机。虽然 Pixel Fold 第一代还有些稚嫩，例如其厚度和屏幕折痕，相比竞争对手仍有改进空间，但它标志着 Google 不再只是做一个参考机，它想要真正和三星、苹果竞争。同一场发表会， Google 还强调了 Pixel 系列和 Bard AI 整合服务的联动，说明他们不是只想卖一台手机，而是建立 AI 硬体入口这一整条生态链。用手机带 AI， 用 AI 绑生态，这才是 Google 的终极野心。它不只要写系统、写算法，还要自己做出一整套软硬整合的使用体验。那 Pixel 现在成功了吗？我们来看几组数据。2023年 Pixel 年出货量突破1000万台，创下历史新高。在日本 Pixel 市占率已经超越 iPhone， 成为安卓第一。 Google 还宣布 Pixel 8系列开始提供7年系统更新，远超过安卓阵营的平均水准，甚至连 iPhone 用户都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跳个坑试试 Pixel。 而 Google 之所以敢开出7年更新的承诺，背后也有个更大的理由，环保。他们希望延长设备生命周期，
减少换机频率，降低电子废弃物。Pixel 8甚至被官方定位为可用7年的 AI 手机，是目前市面上最环保、最耐用的 Android 旗舰之一。其实 Google 硬体总管 Rick Osterloh 曾说过一句话 ：“Pixel is the iPhone for Android users。”简单一句话道出了 Pixel 的核心定位。Google 要做的不只是好手机，而是属于 Android 阵营的生态范本，是软硬整合体验统一的那个代表。就像 iPhone 在苹果生态中的地位一样，回头看这一切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 Nexus？ 当初是极客在用，现在是 AI 在带路。Pixel 的故事就是 Google 用 AI 武器在硬件世界里闯出的一条新路。未来 Pixel 会走多远？会不会成为 Google 的下一个 iPhone？ 尽管有这些期许，但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Pixel 会继续走在 AI 硬件革新的前线。它已经不再是那个没人认识的小透明了，它是 AI 时代的第一支原生手机，你用过了吗？